龙鳞，是不是？上一期拍了家庭盐焗万能公式，还是蛮多人喜欢看的。今天讲油炸，我们会从很多方面讲油炸的原理，然后油温是怎么判断的，油炸前的食材怎么处理的，很多种油炸的方式，包括直接炸、刮胡炸、拍粉炸、二次口粉炸、冷炸等等。当然还有油炸之后怎么处理油，油怎么保存、怎么复用。当然还有一些常见问题的解释，跟我们上期那个视频是一样的结构。先讲油炸的作用，第一是脱水，油炸能够快速的让表面的水分气化。然后形成多孔的酥脆的结构，比如说薯片、薯塔、煎饼果子边那个薄脆，一捏就爆的那种感觉。那锁水又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吃的炸鸡，是让它表面能够形成一层脆壳，同时里面也有多汁，这也是它锁水的这个作用。定型，我们最常见的一种东西是春卷。油炸之前它是软软的，但是油炸之后内部的空气会膨胀，变成一个圆滚滚的酥脆的结构。美拉德反应不用我多讲了吧？我不知道说多少遍了。糖类和氨基酸在高温下能够脱水降解，然后形成特殊的风味和特别的颜色。我们经常看到颜色很金黄或者是褐色的就是这种美拉德反应的效果，大概就是这4个作用。这几种功能你也可以通过操作方式来实现它。比如说我们脱水，一般只要油炸就能实现了。锁水，通过裹粉或者是面糊的方式，让它表面有一层脆壳，来实现锁水的目的。这美拉德反应，我们一般通过的方式是复炸，温度升上来之后，让这个美拉德反应更加剧烈，来实现这个风味和颜色的变化。讲一讲油的选择。那我们一般推荐大豆油，它很便宜，50多块钱5升嘛。它的烟点比较高，因为油炸你是一个长时间的炸的过程，你的烟点高呢就比较适合油炸。随着你的油炸过程当中，它的烟点会从230度不停的衰减，那你就更容易炸焦，更容易起烟。如果你是商用的，需要大量的油炸的，就不推荐用大豆油。商用我们现在用最多的就是起酥油，起酥油其实就是复合型的一种油，主要成分还是棕榈油，它的稳定性更强，反复的炸了之后，它不太会容易产生我们那种怪的味道。它虽然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它的稳定性很强，它的耐用性也很强，还有它的运输的成本也会更低，因为它是固态的，储存和运输也更方便。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性，油反复的炸，它会产生致癌的物质，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越稳定的油，在安全性上其实是反而是更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油温。我相信你们肯定有疑惑，就是每次看视频的时候，他们都说几层油温有没有？我们这边一般来说是1层就等于30摄氏度，3层到4层大概也就是90至120度。那低油温会用在什么场景呢？比如说我们的花生，如果你直接从高油温炸，外面都黑了，里面还不熟，炸料油，炸什么香菜胡萝卜慢慢的把芳香位置释放出来，就需要用这个油温。那接着我们来讲5到6层。已经是150度到180度了，这种温度一般就是用来第一次炸。比如说我们在做小酥肉的时候，静默当中静炸，比如说炸鸡腿，一开始也是用这个温度来炸的。然后再讲7层，是我们复炸的最常见的温度，也是我们用来爆炒的一个温度。你需要它很快成熟，它的温度是很高的。有的人说8层、10层、9层用不用得上？记得我大豆油的烟点是多少吗？230度，油都已经开始冒烟了，有没有使用常见的？当然有，我们常见的油泼面，这个就是油温的作用每个温度阶段干什么我们也讲清楚。然后最后来讲油温的判断也很蛋疼，我每次看大师们做饭几层油温，然后手往上一放就知道几层油温了，你行吗？你肯定不行。最好用的，我强烈大家去买一个温度计，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厨房必须要有的。我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下就43.5。但是你也可以去买一个插入式的温度计，这都可以。还有一个方法，我到现在其实都不太掌握，用筷子去试油温。我们等会儿配合着温度计来讲筷子油温怎么样。好，最后我们把油炸的方式再讲清楚吧。油炸方式总共一般来说有4种第一种是直接炸，直接炸其实又分2种，一种是冷油下锅的，比如说花生；那另外一种就是高油温下锅的，比如说我们炸的肉丸、肉圆。接着我们有那种拍粉炸，食材上面裹一层粉，然后再油炸的，让表面有一层酥脆的那种起泡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多的厚重的口感。那还有面糊炸，你们有没有吃过茄盒？茄子表面上裹上一层面糊，然后再炸的，能够锁汁，外表形成那种酥脆的感觉。然后还有2次裹粉，先裹一层粉，然后再浸没到蛋液或者水当中，再裹粉。那有的时候是裹的粉，有的时候裹面包糠，是日式猪排或者是炸鸡，好吧，我们今天都会有演示。现在就是30度筷子放进去没反应肯定没反应。你手放下去都可以那倒也不必用手来试温度。现在的油温是110度，大概就3、4层之间。按照网上的说法，这个时候插入筷子应该是细小的气泡，好小的泡。现在油温169度，5、6层油温，这就是180度，有快一点是吧？只能说更快一点。210度往上了，7、8层油温这个卡确实更猛一点。
哇，这个确实是更剧烈。OK， 这3个画面到时候大家看一下，筷子是怎么判断油温的，温度的判断大概也讲清楚了。我的强烈建议就是买个温度计，也有一个方法，稀里糊涂法，你管它180、200呢，你先炸呗，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反正你们家做饭也不好吃。接下来我们来炸花生，洗一洗，浸泡一下，有没有不好的，把不好的去掉，让它浸泡10分钟。浸泡过的花生，冷油下锅，中火啊。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低油温的那个状态，是吧？表面上会有这种大的气泡，大泡转小泡的时候就可以关小火了。现在这个阶段，我用勺子去推它，明显感觉到有阻力的。花生的含水量还是比较高，随着表面水分的蒸发之后，花生的内部水分在蒸发，就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泡你看也变得这种细密的泡了，你可以转小火，好像确实真的没什么阻力了，好神奇啊！就是有这种状态，花生是微微泛黄啊，就可以出锅了。撒一点白酒，是利用白酒的蒸发来带走温度啊。或者是用电风扇吹它，花生一定是温度降下来之后才会脆。我小时候觉得那个技能特别帅，就是扔了接。为什么接不住啊？你会这么玩吗，小时候？我比你这个更高级一点，给大家演示一遍我跟成龙学的。啊，这个意思是吧？这是抛了空中的，还有这种是就直接吃到嘴里的。哦，我懂了，我懂了，是吧？炸那个肉丸和茄盒，我用的是同一套配方啊，料酒、生抽、老抽，烧一下上点颜色。自己家做不要上那么重的颜色啊，油炸的过程本身就会让它上色上的比较好。这个时候你看它是比较散的，它没有粘性的。所有的肉馅的制作过程一定要不停的搅拌，搅拌过程当中能够让它上劲，实际上呢是增粘，粘性是很强的，看到吗？最后再把这个葱放进去。可以吧？现在是160度的油温，这个勺子上稍微沾点，放丸子，就这样挤挤。150度的温度炸个3分钟左右，就炸到这种焦褐色，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来做菜。在家里做这种炸丸子是最简单的，又好吃又简单，是不是？可以吧？这个丸子怎么保存？回去冷冻上，平时煮个面啊，煮个白菜啊，什么都可以。我就经常这么干，一碗馄饨配2个丸子，很好吃，很好吃。我奶奶给我包的馄饨和我奶奶给我做的肉丸子。如果你想要现在吃，就炸的熟一点；如果你不是现在吃，你就炸的定型了就可以了。这个油一定要把残渣捞干净啊，一定要捞干净。左边是新油，右边才用过1次。大豆油不要用太多次啊，自己家里用过1、2次就可以。处理一下茄盒吧，茄盒就是2片茄子中加肉而已。5毫米，切一刀。切到1/4的位置，然后再第2刀也是一样的厚度，但这刀要把它切断。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了一个蝴蝶一样的茄片，1/4的位置，感觉到吗？就这样就行了。肉馅塞进去之后，然后这样一挤，边缘会多出来一点，多的就把它抹平。茄盒一般其实不太在家里做，茄盒比较麻烦一点，感觉这个菜太硬了，就没有人配得上我做这道菜。你有这种感觉吗？又是调肉馅又切茄子，还要调面糊，还要油炸，还要再调个汁儿，还要再红烧一下，就觉得不值得，不值得。只有我奶奶会给我做。炸茄盒用的面糊是啤酒糊，这里是3种面粉、淀粉，加点啤酒进去，把它调成那种拉丝状的感觉，这种流动的、细密的。再加点盐和泡打粉进去，最后再来20克的油，油温130度转小火了啊。首先这里是玉米淀粉，把我们这个茄盒放到这个玉米淀粉里面沾一下，稍微抖一抖，拍一拍它，把它丢到我们刚才的面糊当中，沾一下，沾一下，在这个边上刮一下，不要让它有太多的粉。全部下锅就可以转大火了。炸到这种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备用了啊。我们又做了一个去皮的版本，不去皮的话，茄子皮的部分因为它是光滑的，很难挂上面糊。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啊，看一下这个现场，然后再仔细的想一想，家里究竟谁值得你这么做？我觉得都值得，总有你在乎的人，所以一定要学。我本来是觉得大家在家里不要做了，觉得好像谁都不配，但仔细的想一想，不管怎么样，你心里面肯定有一个值得你这么做，为他搞那么一地，然后让他吃完之后说哇，你手艺真好，这时候就可以在上面打出来了。谁谁谁，快来看！这个啤酒糊，它会在表面形成这样的多孔的气泡，应该是表面都是脆皮，看到吗？很酥脆，听到声音没有？我的妈呀，好好吃啊！外面这层皮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这么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油怎么回收的，1次或2次是可以复用的。炸完之后油不要直接倒出来，冷却沉淀一下，底下这些黑的。看到吗？这些我们都不要了，剩下的这些油我们倒出来。你看这些油就是可以用的。建议商家啊不要用黑锅，是不是觉得这个油很脏了？是不是觉得跟印度菜没区别了？但实际上这个油
并没有很脏。虾枪、虾头这些须都剪掉啊，就省得扎到嘴吃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虾角，因为这些容易焦，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上面稍微细碎的东西都剪掉，这样就可以了。等我再开个背。炸虾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处理完之后水分吸干，撒点这种玉米淀粉就行了，一扒拉，看到吗？就行了，开始了。这温度就升的好快啊！物理温度就感觉更实用一点，185差不多啊，一只一只往里下，不让它粘到一起。哇，这个表面解渴，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很爽？让它稍微亮一下，把这个油温要升到200度，可能也就20秒左右，下锅。这酥脆的声音，你看这虾头这里炸开了，看着就酥脆，你直接撒椒盐，这个虾壳你看到吗？炸哥，这个也很简单，这个我推荐大家在家做。最后也是一个鳞片炸鸡啊，我主要要告诉大家怎么做出那个鳞片来。反正水到这里面来，抖一抖它，抖一抖它，就凑出絮状来，你懂我意思不？这个就是裹到炸鸡上就变成鳞片了。这个鸡肉提前腌过嘛，放到这个里面去，不要舍不得粉，然后这样抖一抖，干净的水直接泡进去，沾一下水，压到我们这个鳞片炸鸡上，压一压，再抖一抖，大家看一下这个鳞片的状态，牛逼吧？拍完粉之后不要直接下锅，让它稍微反一下潮，鸡肉的水分渗一点出来，渗到鳞片上，让鳞片吸一下水，这样它就不容易脱落。我们这个是很多细节的啊，160、70度下锅，哇，这个真的黑油了。炸的过程大概5、6分钟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个鸡腿是剪开的，如果没有剪开的话，大概需要7分钟。龙鳞是不是？外面这个鳞片，这种炸法还能够保证它里面鲜嫩多汁儿。有没有汁儿？哇，你看这个汁水，点赞，点赞，叫他点赞。我已经教过很多遍了，但是每次都想再教你们一遍，因为这个手法有说法。好哥，虾也好吃，鸡腿也好吃，都好好吃。油炸果然是牛批，你们谨慎的学吧。反正我已经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油炸用到的东西都给大家讲清楚了。我们下次再见，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沟通，好吧，拜拜。